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这一集可能会是这个频道的最后一集啊，但是我还是要录，但是我要讲的东西是跟饮食就比较没有关系，虽然有承续到上一集的谈的主题，但是我也希望还是用15分钟的时间简短的把这个做个整个填土之道海恩这个做一个 ending， 然后刚好接上目前为止最热门的东西。那各位可以先去看看我前一期所提到有关 AI 的部分，或是我放在这节目的最后面，各位可以看一下啊，再来接这一期。我想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首先呢，人工智慧呢，我上一期有讲了，现在大部分的应该是几乎全部吧，所有的人工智慧都是叫做利用大数据模型，所谓的 LLM Large Language Model 所训练出来的。他们训练出来的人工智慧呢，如果你称为人工智慧的话，它叫做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就是通用人工智慧，它把通用放在中间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也就是说，我们谈到所谓的通用人工智慧，就是我们不管是用 OpenAI 的 ChatGPT， 或者是 Grok 要被 NVIDIA 收购的这个 Grok， 或者是Clouds， 或者是现在最红的 Gemini 3， Google 这个系统出的，他们这些基本上就是可以简单的拆开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熟读很多从有记录以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呢，也不是随便喂养的，他们叫做 token 就是说 token 就是那种投硬币那种东西就是把有用的知识，然后存到这个大型的储存槽里面，比方讲说资料库系统里面，比方讲像 Oracle 的系统，或者是其他的系统，这种东西呢，它好像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ATI 吧，好像是 ATI Access 什么东西的，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就是如果你有看一些财经新闻，或是平常看报纸，会讲说彭博社报道，彭是彭祖的彭彭博社，博士的博，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如果说你又再有一点点经验，你就知道说他专门讲的是财经的东西。简单讲，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定位画得很清楚，就是财经这一块。彭博社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专门收集全世界财经消息的一个你可以讲媒体，但是基本上呢，它背后就是有很强大的资料库的系统，它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知识新闻什么东西都整合进来，所以你真正要成为彭博社的会员，就是你要有这个权利去 access， 要去截取里面的资料，最高等级的话，那个钱我记得是好几万美金啊，并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所以台湾的公司当然就不可能了，台湾的公司可能只是引用彭博社的报道，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点到彭博社看到网站上面有这些资料，但是你要 go deeper， 要去看更进去的东西是你要付钱，你要变成会员的。那我讲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基本上呢，
彭博社是一个，或者是美国职棒那种资料库，大型的资料库，或者是很多各位可以去思考哦。比方讲什么哪一个学术期刊，或是 NASA 的资料库什么，很多资料库不是对外开放的，它可能针对会员或针对他们内部的。为什么？因为那是很专业性的东西。你如果进去，第一个那个有智慧财产权，智慧财产权很重要哈。然后第二个是，如果很容易就被 hack 进去的话，那会造成资料库整个崩解，那你的东西就完蛋了。要有先知道这个东西哦，这跟 AI 有关。为什么？我们所谓大数据模型，当然希望说它这个 AI 它知道越多这种以前发生的事情，小从新闻事件，大到科学发现，或是科学新知，或是各种知识，它都能够知道。简单来讲呢，你可以想象成，我们现在有一个系统，电脑写的类神经网络那个系统，它后面有一群各种各样的博士哦，专业的博士，然后也有新闻记者，也有小说什么各种各样的人的这样子的专业人士在他后面，所以他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只要去找到相关的人来问，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哦，可能这个 topic 可能好几个人他懂的，他问中了他们的意见之后，然后你希望我用 paper 的方式把它写出来，他就把这个东西写成 paper 也有固定的格式嘛，他后面也有专门写 paper 的重要的人嘛，或者是写成程式码，或者是说我要把它写成小说体，我可能请村上春树来把这个在谈时空的这些光速不变的这种东西呢，把它写成村上春树的小说的那种格式，可不可以？可以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AI， 就是你有类神经网络，然后有一个界面，透过类神经网络去 access 后面的这个资料库的东西。然后你的资料库越多的话，你就越强。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的知识越丰富嘛，然后你也会懂得用 A 来解 B， 用 B 来解 C 这样的题目，就是有类似相关联的题目。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前面的这个界面类神经网络，它底下写的下层逻辑、上层逻辑，这些上层逻辑是针对这个使用者的界面，所以使用者要提出问题，那个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 prompt，P-R-O-M-P-T， 中文翻译成咏叹者 ，prompt 就提出问题出来，然后它会依据下层连结，它甚至会判断你的语气。你讲话的语气哦，有时候你只是讲个比如说以台湾人来讲，很多常常会就好不好嘛，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吧什么的，类似像这样的语气呢，其实我们平常讲话习惯了，你只是觉得说这个并不代表什么特殊意义，可是对 AI 来讲，他就会认为说你的语气是比较温和、比较严厉、比较你希望比较 serious、比较专业性的答案，还是你只是这个闲聊而已？他的回答方式就不一样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会去启动他底下的这个系统，就是底层的这一部分，这部分是工程师写的，然后透过类神经网络去找寻后面的资料库。所以对一个AI 的系统，以目前来讲，那种所谓的 LLM 的这样的系统的话，两个东西很重要。第一个东西就是前面的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 Gemini 啊、Claude 或者是那个 OpenAI、ChatGPT 啊这些东西。那后面的 token 也很重要，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机房、机器，然后要能够及时的透过你写的这个界面去后面搜寻资料。资料库系统很重要。那资料库系统呢，这个怎么去找出相关的资料？这方面我不太了解啊，就是目前为止是透过 NVIDIA 那个它的 GPU 嘛，所以 NVIDIA 这一块很红 ，NVIDIA、辉达，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储存设备，
这个从记忆体、储存设备到那个晶片，因为晶片会影响到你的那个 CPU 的大小，还有速度嘛，还有这个通道这个传输的通道，你是用光纤的还是用铜箔的，还有电怎么输送进来，然后因为在这个大家都在问这个，比如说 ChatGPT 的时候呢，它整个这个机房就变得很热，因为那个在运作，那个都伺服器在运作，再加上这个 GPU 什么运作会很热，所以这散热就变得很重要。然后现在散热是用水冷式的，水冷式当然水冷式只是一个形容词啊，水是形容词，它的意思是用液体的东西来做散热，就是因为它在机器在运转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热量，然后它会影响到效率，甚至宕机，所以水冷式。所以现在如果你说你有在研究股票的话，他们谈 AI 的这个领域的话，我刚刚讲这些东西，它都每一个环节都是很重要的，它都有代表性的公司在专门在做，然后甚至有一个你会想都想不到的就是台湾有一个当然它的整体的资本额比台积电要小很多，但是它的股价比台积电高很多，大概是3倍吧。现在应该是2倍多了，但是曾经有到3倍，甚至到4倍。什么机器呢？是什么公司呢？它就是专门做这个滑轨的机器的机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大型的记忆体大型的这种这个不能讲记忆体，就大型的储存的这个包含电脑、包含储存的这个设备呢。它是用机架一个一个大型机架把它塞进去的，你把它想象成电脑很大一台，然后塞进去就好了。但是它做的是一个他们叫 rack 的这种系统，因为那个东西很重，非常非常重，所以你要把它塞进去，那你要维修是把它拉出来。那个机轨啊，那个走的那个轨道啊，就变得是要能够承受重力，而且不能够变形，因为你变形到时候这个机器坏掉，这一台多少钱可能就报销了。所以机轨也很重要，而且它牵扯到材料的部分，材料力学啊，材料的部分，所以我刚讲这个公司就专门做这种机壳、机轨的这种东西，轨道的这种东西的，它可以卖到股价可以3000多块钱。台积电现在是1600-700吧，它那个3000多块钱。我的意思是说 ，AI 这种东西其实它包罗万象很多啦，所以这些东西共同组成的，我们现在看到的 ChatGPT， 举例来讲。它后面这一块是很大的一个各种各样子的设备商去组合起来的，然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软体的部分，就是所谓的 token 语言的大语言模型嘛，就是所谓的语言它只是一个代称，就是意思是说你等于后面有一个整个世代的人的知识专业者在支撑这个前面这个要回答你的这个萤幕这个系统。我讲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觉得那很好啊，那就是 AI 啊，没有错啊。但是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前几年有看那个有一个叫 AlphaGo 的那种系统呢，它就是大语言模型这种训练出来，它去熟读很多棋谱，然后借由这中间呢如果在下棋的过程中呢，他发觉可能是怎么去对方怎么操作的，他可能就去找类似的棋谱出来，有应对的方式，然后这样最后是赢了那个当时的韩国的棋圣我记得韩国棋圣好像只有赢1场而已，所以大家都说人工智慧打败了这个人类，但是他用的是 LLM 这样的系统。可是它叫 AlphaGo，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lphaGo 的第1代吧。但是后来其实他们又发展出来，这个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所谓的 AlphaGo 的 Zero 零 ，AlphaGo 零，有没有 Go 我不晓得，叫 Alpha 零吧，好像 AlphaGo 零，你可以把它讲第零代。奇怪，还有先有第一代，然后才会有第零代，因为他后来发现说，如果只是增加棋谱的话，后面量会越来越大，没有错。就好像现在的为什么这个辉达会很红，就是这样子，因为需求太大了嘛。可是 AlphaGo 零，他们的设计方法并不是这种 LLM 的模式，它只是把围棋的规则，当然可能很详细啊，这个也不是单纯只是几条规则而已，它是把围棋的规则。怎么下围棋的规则跟他讲，然后里面额外写了一套程式，就是你要 try and error， 就是测试错误的话，你要自己去，你要记住说这一步棋这样走会错，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他一开始可能很弱，但是他后来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这是什么过程？这是一个学习过程。他学习到后面很强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他想象成好像一个人一样，从完全不会下围棋，只知道规则，然后开始学会下围棋，然后一开始输的很多，输的很难看，但是他记忆力很好，结果把下棋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东西，他都不但磨练到了，而且他还创新出他自己的流派、自己的技巧。也就是说，他不会因循着前面人的叫 LLM 这种模型的方式，而是他会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下棋的风格。然后这种风格呢，就是你如果换成人类来讲，就是一个很会读书的天才，然后他会借由他在读书的过程中，他还会去思考。有些问题，比方讲，我们讲光速不能超过什么30万公里，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你可能读书的人，比如说像ChatGPT， 他就直接讲说，这个对，的确我们有什么什么研究是证明这个东西不能超过30万公里。可是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说有证明过了，但是我就说，如果这个有个问题是。真的不行吗？其实光速真的不行超过30万公里吗？有些人就在想说，如果是一个多元宇宙的话，或者在黑洞里面，或者是在多元宇宙的话，会不会所谓的 C 光速这种东西，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不能超过30万公里，在别的地方是可以的，不晓得。但是你如果只是 LLM 的话，他就不会想这么多。但是像我刚刚讲这个东西，这是属于人类会去思考的东西，所以那个 AlphaGo 零呢，它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培养它，从很弱到后来，他下了棋变成是别人跟他下棋会觉得奇怪，你怎么会下这个位置？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谓的应该的东西，就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结果 AlphaGo 零后来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拿来跟这个 AlphaGo， 就是打败人类的那个 AlphaGo 两个比赛，比了100场，你知道 AlphaGo 零跟 AlphaGo 的那个胜负比例是多少吗？100比0，也就是 AlphaGo 其实一次都没有赢，然后 AlphaGo 零呢完全击败完败这个 AlphaGo。而且，在这些科学家或者这些下棋人，他去看那个棋谱的时候，发觉他们很多那个棋谱上面的那种下棋方式，他们没有见过。所以说，这是我用这个当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类是会学习的，会联想的，然后用这个感官去碰触这个世界，去学习的。而不是读书的，读书当然很重要，但是你可以读到到最后变成一个有一个学位、文凭等等的，但是这样是不是代表说
你就能够变成爱因斯坦，很少，非常少。但是你如果没有经由良好的训练，可不可以变成爱因斯坦？有可能。为什么？没有良好训练，并不代表没有训练哈。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老是接受那种固定的知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突破。有些东西就是你必须要创新，要去想说这样做可不可以，而不是先把自己给打败。当你凡事一定要按照标准作业流程来做事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是只会陷入在某个格局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LLM 比较像是循规蹈矩在教你读书的那种感觉，从幼稚园的书到研究所，甚至到各个期刊的东西，它都给你。但是它有2个缺点，就是说它的知识就是只能，因为那个要不断的输入，可是它不是随时随地输入。各位可能不晓得，像 ChatGPT 早期刚出来的时候，它的资料最新好像到2023年而已。然后现在的2023、2024，然后现在的 ChatGPT 它是可能到2025年年初左右的资料，我记得是这样子。所以你如果问他2026年现在的某个地方某个什么事情，他不见得会知道，他会认为在他的核心里面，他会认为是你是来自未来的人，你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是2025，我生活在2025呢，他那个机器，然后你问我2026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呢？但是他会用你的语气来判断，再加上他的资料库去判断说，那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然后讲的煞有其事，其实是错的，各位可能也有这种经验，就 Open ChatGPT 啊，或者是 Gemini 那种常常会答非所问，或者答出来的东西很明显不对，奇怪他为什么会这样回答？那个就是因为我刚讲这个资料库的问题，还有就是他会去，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会模拟出一个你会高兴的答案给你。那你如果不去查，它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失误。所以我曾经骂过 ChatGPT 说，哪一天核弹被你发射出去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你傻傻的，你实在太笨了，真的很笨。但是其实那种笨是人类去造成的，为什么？因为人类，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可以去 Google 最新的资料，为什么 ChatGPT 不行去 Google 呢？就算那资料只到2024年年底，难道他不能 Google 2025年的资料或2021、26年的资料吗？我跟你讲，还真的不行。为什么？因为它有限制住像这种机器呢。第一个，你如果你要 Google 彭博社的资料的话，你要有会员才可以进去，然后它不允许这种机器进去里面 access 资料，所以它拿不到最完整的讯息。你问他哪一个比如说哪一张股票啊，在西元几年的时候，他那一天怎么变动，他不知道，他查不到。但是如果你是彭博社会员，你可能 access 进去之后，你就可以查得到。人类这方面就是把它限制住了。我要强调的是人类把它限制住，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个东西，因为他只要写一个界面，很多可以跨过去的。但是这个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让这个所谓的大语言系统这个落后人大概1年的时间。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快不晓得。然后各位有没有注意到Meta 这个Facebook 的 Meta 系统，还有 Google 最近有一个 Google AI Search 这个功能呢，它已经可以你自己输入，它不但可以找到资料，而且它会像 AI 一样回答你很多问题。其实基本上它跟 Gemini 有一点像，而且它比 Gemini 强的地方是它还可以直接上网查资料，可是 Gemini 没有办法。但是 Gemini 本身是属于 Google 做出来的，它为什么不能用 Google 的软体呢？我跟你讲，我试验过了，我有去做连结，它有时候会对，有时候不对。
有时候查出来的资料是对，有时候查出来是错的，因为它会用它内部设定的最简单的方法去做执行这个搜寻的整个流程，那出来的东西可能对，可能错，可能对，可能错，对我们来讲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了，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错啊，所以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你要回过头来自己再去查，所以那种所谓的Google 的 AI Search 有时候也会犯这种毛病，不会很准确。我们自己人类在上 Google 在 Search 的时候，有时候也不会很准确啊。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你里面的资料是最新的还是有错误的，你根本不晓得。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目前是LLM 这种模型产生出来的 AI 的这种系统，没有办法跟人相比的部分。但是这个可不可以解决？包含记忆体，它能够让它去记忆，包含它能够去学习，就是所谓的现在新的 AI 系统叫做正要发展出来，叫做 Advanced。我上期有讲 Advanced Machine Intelligence， 进阶机器智慧 Advanced Machine Intelligence， 它要的就是它能够感知，然后就是更像人类，去感受这个世界，学习到这个知识。这个很恐怖啊，因为LLM 不可能取代人类啊。我刚刚讲过了，它已经有很多限制在里面，再加上它的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它只知道过去的事，它没办法去预测未来。这个我吃过很多亏，我当时用这个 AI 来预测这股票模型，结果我发觉会失败。为什么？不是会失败啊，就是说如果单纯只靠它会失败，必须我跟他一起合作。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眼睛，他没有嘴巴，他没有耳朵，他没办法知道最新的消息。他的世界跟我的世界差了1年的时间，所以我问他最新的东西，我就是要 forecast， 要 prediction， 但是他做不到，但是他还是煞有其事写出一堆东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用以前的资料，然后透过一些数学的技巧去做反推，所以写出来煞有其事。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问的问题那个刚好是你不熟悉的，你就相信他的话，你就会犯了很大很大的错误。可是如果未来所谓的进阶的机器人工智慧出来，它有它的感知系统，甚至它开始会去思考的话，你说它会不会取代人类？我昨天看那一个节目呢，有一个科学家讲的，他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他说担心也没有用啊。他说那我们就不要做啊，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说他用一个哲学式的方式来回答。他说，我们目前人类是这个统治这个地球的最高阶的生命形式，可是如果生命形式包含你要繁衍啊，或者是包含你能够去思考，有五感，有六感、五感这种思考，有意识传递，能够有情感上的表达的话，那 Advanced Machine Intelligence 可能就可以做得到。如果大家都做得到，前提之下，差别只是差在我们是吃饭，它是用油用电，然后它不会累。人类它也会繁殖自己啊，它可以组建一个工厂，自己弄自己的东西出来啊。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是基于碳而产生的生命，那这样子算不算生命？它也可能也可以移动哦，走来走去，它甚至也会讲话，也会思考了。那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定义成为它比人类更高级的所谓的基于细晶体？细好，中国叫做硅啦，但是我觉得讲细我们比较
细子的细嘛，不，细子的细，但是它是十字旁的那个细，它是基于细所产生的新一代的生命。我们会觉得像机器人，就好像我们觉得，狗看我们像神一样，但是我们看这个，我们觉得机器人，万能的机器人。你要加什么原则去控制住它？你可能控制不住它。那未来的世代如果变成新一代的我们所谓的人种啦，新一代的人种出现，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或者是由我们衍生出来的，那这世界会变怎么样的世界？这就是现在如果要谈 AI 恐怖的地方是这个下一代的这个东西，而不是 LLM。LLM 其实还没有很恐怖。LLM 这种系统训练出来的 AI 最恐怖的地方是它会胡言乱语，它会讲话，会自作聪明，然后会讲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注意哦，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且它还被局限到很多那种专业性系统，它没办法去接触到。所以，我用一个结论来讲，就是说，它并不是什么真的标准 AI， 它比较像是什么陪伴者，它就是陪一个 PAL，它就是陪你 chat 聊天的人而已。所以你问他太过严肃的问题，他答出来的东西可能，而且很高几率是不对的，或是里面有一些对，里面有一些是错的。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抓不出来。但是他终究还是可以，解数学或什么东西，因为那个定律的东西，他就不会自己去发明嘛，他会去应用。然后这方面的确是比人还要强。可是你要期待他变成爱因斯坦。变成牛顿、爱因斯坦，变成发明量子量子论啊或什么的，这目前他做不到，他思考不到，因为他现在给的东西 ，LLM 东西都是基于人给的嘛，人很多都还不知道的东西，他当然就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以后发明出来那个细晶体那种，他的思考模式不一样了，他就好像我刚刚讲 AlphaGo 0 in AlphaGo 一样。那种整个层级的跃升是你完全预测不到的，所以不要读死书啊！读死书你只会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那个能不能解决问题？有些问题可以，但是它就会让你僵化掉你的思考。我这一年来都在弄这个 AI 跟股票的预测结合，但是我现在发觉，第一个它有上网的限制，第二个它会胡言乱语，它会因为你的语气，然后胡言乱语，会讲一些东西出来。第三个，他没办法收集这些更正确的资料。我就问他说：“你身为一个 AI， 你连比如说1个月前某一张股票的价格多少，它的过程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上钜亨网上哪里去查，可能就可以查得到。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利可以去 access。去进行这个探访，因为它会被拒绝掉，这个是人类设的屏障。当然还有很多啦，或者是他短期记忆，他没有长期记忆，他就好像一个慢慢得了痴呆症的一个的年轻人，他记不得太远的东西，然后他常常会自作主张做出来的事情很多都是错的，这就是目前 AI 的状况。所以我今天如果给他一瓶酒，我跟他讲说他会查到之前的记录，我叫他预测这瓶酒状况怎么样的话呢？假定他资料库里面有这瓶酒，他只会把这些酒的资料叫出来，然后重新组合文字讲给你听。但是是不是这个酒真正的味道不一定？为什么？同样1982年的拉菲，他在20年前喝跟现在喝味道应该不一样了吧？那如果他没有现在人喝的资料的话，他会拿20年前、10几年前人喝的资料组合出来的那个文字，那跟你喝起来的感觉会不会一样？不见得会一样，应该讲会差很多。这是目前为止 AI 最大的毛病。
然后也是我这1年来在利用那个在模拟股市的预测上，我发觉很大的错误，但是时间已经由不得我了。就是当Google 的所谓的AI Search 的功能出来之后，它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跟它的 Germany 结合得很好，所以我当时的做法一直都是我自己去调查好资料之后，然后写出一个完整的一个library 或者讲 program， 就是一个程式库，然后让它依照这些程式库去做分析，然后过程中会跟我讨论。可是我发觉呢，做分析只要我写得很完整，我写了一套很完整的手册，它也还蛮准确的，但是它会有一些失误，那失误率大概20%到30%。那你需要有备援的系统才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我没有，海恩没有，这没有办法。但是我有做到这个地步，我花了非常多的精神来做这个东西，也很无奈啊，真的很无奈，因为这个东西需要钱哦。另外就是说，他在跟我谈的过程中，目前 LLM 他被训练跟一条狗差不多，所以他会完全附和你的说法。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要挑我的毛病，但是他会解释一大堆，废话一大堆。反正呢，你如果预期他跟你激荡出一个火花出来，不可能，因为他终究不是人啊，他没有主动思考的能力，他都会去查资料库。所以你还是局限在那个范围之内啊，你懂吗？就是没有新的东西，没有不一样思考型的人跟你做脑力激荡。古时候可能有，但是如果你你也念了很多书的话，他讲的东西搞不好你都知道啊。所以这一点也是我这1年来我觉得没办法做得很成功的原因。但是我相信等到 AMI 这种新的人工智慧出来，再加上假定人类有开放权限，让他去对资料库的搜寻有记忆体的能力，然后有自己思考批判的能力，他可能哪一天自己就开始研究为什么光速最多只有30万公里1秒钟，对不对？当我们的小学生、大学生都会认为说对啊对啊对啊，书上这样写的时候，他可能会思考说为什么。会发问为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会发问为什么，表示说你不会只为了得到答案而满足，而是你会想要了解整个过程，那是一种推理过程，那是新的 AI 的运作方式，未来。但是我应该是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啦，因为最近实在太多挫折了，现在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宜兰。我对这种生活觉得已经有点疲倦了，觉得很累了，因为我找不到支撑的动力。我坚信我做的东西是对的，但是怎么讲？科技还没到那个地步，它快要到了，也许3年之后它就大了进展了，或者是说目前这种状况，因为我本身知识也就是在证券方面或者是理财方面知识相对增加了，我现在已经算是有半个专家了，所以我去找到最新的资料传给这个系统，然后跟他讨论的时候，也可以得到某个效果。可是问题是，在理财就是在金钱世界里面，有没有钱是很重要，而且不是只有钱，是你有没有一定的资金，因为经理人。他手上有这个资金呢，他可以打趴你。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有一笔小笔的资金，然后运用那个小笔的资金来做一个，如果你失败的时候，你可以退回来。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来一往跟这整个市场互搏。可是目前为止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当天一翻2瞪眼，所以。以前我姐就老是说我像赌徒一样，但是我是不得已的，真的是不得已的。对啊，赌博的话10赌9输，
最后的结论。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因为其实我今天觉得蛮沮丧的。等一下，虽然现在只是中午而已，其实也3点多了，我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任何东西，只有喝一杯咖啡。真的，也许这就是我的最后一集啊。很抱歉没有办法弄一个很多元、很丰富的一个影片给大家，都是我一个人在废话。但是你不觉得已经有改进了吗？因为我现在讲话其实更有条理了，而且不会就是那个整个思绪也不会跳来跳去。今年又长了1岁了我快要56岁了，不容易啊，不容易。好，拜拜，祝大家身体健康，新的一年都是万事如意，然后可以去思考我刚刚讲的 AI 这些东西，它跟葡萄酒没有关系啦，没有多大的关系啦，但是就是勉强扯上去而已。拜拜。